意料之中，大 S 和汪小菲终于离婚了。此声明曝光后，汪小菲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倒是他妈妈张兰在直播中很坦然地说：“就是做好自己，把自己做优秀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汪小菲都40了，我管他呢。”大 S 则通过台媒透露了心声，很平静，我希望小菲永远过得比我好。两人的感情破裂似乎要追寻到今年6月，原本以恩爱著称的夫妻俩，因为汪小菲在微博上发布了情绪化评论，突然在微博上公开吵架。一边是大 S 铁定了心要离婚，另一边汪小菲则又是道歉又是表白，一副力争婚姻稳定的架势。只可惜努力5个月之后，两个人到底还是离了。诚然，离婚早有预兆，但还是不胜唏嘘。从相识到相爱，再到相伴，汪小菲和大 S 一同走过了11年的岁月。在岁月、性格、三观的摧残下，我爱你3个字到头来化作为一声对不起，刻在了婚姻的墓碑上。大 S 与汪小菲离婚的新闻最开始曝光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评论：两个人的婚姻能坚持到10年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当初多少人赌他们撑不过3年。确实，大 S 与汪小菲的婚姻是从不被看好中开始的。2010年，汪小菲和大 S 在安以轩组织的生日聚会上邂逅，当时大 S 是万千剧迷的女神，在两岸拥有极高的人气，而汪小菲则是京城4少之一，多金帅气的富二代。经过引荐，他们攀谈起来，聊着聊着，一股别样的情愫在二人的心底油然而生。汪小菲对大 S 一见钟情，和他在一起，我能感到踏实温馨。大 S 同样一见倾心，我一眼见到他就觉得我要跟他生孩子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才刚刚认识的两个人就想要厮守终生。后来他们又见了第2面、第3面、第4面，最终在仅认识49天、交往20天的情况下，就公布订婚了喜讯。又过了半个月，便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正式登记结婚，进展之快，超乎所有人想象。闪婚之后，各种不看好的声音扑面而来。在网友心中，这场婚姻就是冲动的产物；在媒体眼中，所谓的婚姻不过是利益的交换。大 S 迫不及待的结婚，是想赶紧拴住汪小菲，想要做豪门阔太。汪小菲则正好可以利用大 S 的明星光环，为自家的产业增加知名度。对这场婚姻的不看好，在那场至今称作传奇的三亚大婚之后到达了顶峰。2011年3月22日，汪小菲和大 S 在三亚海棠湾举行婚礼。因为大 S 喜欢大海，所以汪小菲特意在海边举办的露天婚礼。大海、沙滩、婚纱这几种元素组合在一起，怎么想都是十分浪漫的。大 S 也坚信婚礼当天的自己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子。万万没想到，婚礼当天天公不作美，风起云涌，狂风怒号。伴娘礼服险些走光，大 S 头纱直接吹飞，现场搭制的棚子也被大风吹倒。为了拍照，只能让工作人员苦苦撑着柱子。后来还被不知情的网友痛骂夫妻俩耍大牌。婚礼现场的宾客也不是吃素的，小 S 向汪小菲喊话说：“你一定要对大 S 好，否则就劈你。”没等汪小菲回话，那英直接冲上台回呛：“你大 S 要是对不起汪小菲，我也不会客气。”张惠妹代表娘家献唱了一曲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将歌词改为台北的姑娘美如水，北京的小伙壮如牛。那英听到后认为张惠妹是在讽刺大陆人，便临时把歌曲从梦一场换成征服，要为大陆争口气。现场被邀请致辞的高晓松足足演讲了1个小时，却一直在宣传自己的电影。安安稳稳等待后场表演魔术的刘谦，因为被推了一把，直接掉进水里，扑克牌飘满了整个泳池。当然还有搜狐总裁张朝阳，表面上是来参加朋友婚礼，背地里是当间谍，偷偷安插付费直播，搞得大 S 和汪小菲里外不是人，还闹上了法庭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在这场婚礼中，除了新郎新娘全员主角，以至于婚礼这件头等重要的事，成了大 S 心目中最糟糕的回忆。一有人提他就会翻脸。如今回头看，两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，其实早在三亚的大风里已经显现出来了。话说回来，尽管外界不看好，但大 S 和汪小菲起初还是爱的你侬我侬，就像是在做对抗一般，别人越不看好，他们就表现得越恩爱。从汪小菲这边来看，他的微博堪称大型爱妻护妻手册，10句话里有8句离不开老婆，不是在表白就是在夸奖。从大 S 那边来看，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本如日中天的事业，退居2线，生子变胖，还曾命悬一线，可谓是为家庭做出了极大的牺牲。两人的恩爱程度在2018年达到了巅峰，合体出演综艺，疯狂撒狗粮，有多腻歪就有多腻歪。孕后身材走样的大 S 不改自己的女王本色，网友评论说那是被汪小菲宠过了头，著名的包虾论正是出自这里。
但细心的网友还是从满屏的宠妻论里找到了一丝怪异。在24小时的镜头跟踪下，其实不难发现，大 S 与汪小菲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一个台湾女孩，一个北京男人，从西瓜怎么切到粽子吃什么味儿，都能扯上半天。虽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以汪小菲认输告终，但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南北的地域差异在这2年的疫情影响下越发显露出来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台湾的产业经济受损，汪小菲杀回内地开启了饭店，但因为大 S 不愿带着孩子来大陆定居和生活，汪小菲不得不2头跑，一跑一隔离就是20天，一个死守原地，一个来回奔波，时间久了谁都会感觉疲惫。其实这些事情如果换对夫妻互相分担下，也许就也不成什么大问题。偏偏出现问题的是大 S 和汪小菲。大 S 台湾娱乐圈里出了名的强势一姐，特别有主见，性格像头狼，从来是只给别人出主意的主。汪小菲典型的北京爷们儿，最爱的就是脚下的北京城，自己的家和产业都在这里，习惯了事事由着自己的性子。这俩人一个觉得你若是爱我就应该和我一起生活，一个觉得你若是在乎就应该想想我的苦衷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矛盾就这么产生了。矛盾得不到解决，反而越积越多，对彼此的厌烦和疲惫也越来越多，分开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发布离婚声明的几个小时后，大 S 再度接受媒体的采访，谈及为什么会选择离婚，她表示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我选择这时候离婚，因为小飞事业在一起，帅又不算老，要再找条件更好的女友也容易，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这样的结局至少算得上体面。比起娱乐圈里因为出轨劈腿而离婚的夫妻，大 S 和汪小菲的婚姻对于普通人来说反而更有借鉴意义。很多人以为婚姻的破裂就等同于感情的破裂，其实不然，有些感情破裂，婚姻依旧还在，有些感情也许还在，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，坚持已经没了意义。退回10年前，大 S 与汪小菲闪婚的时候，在闹腾杂乱的三亚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距离有朝一日会成为彼此最大的阻碍。感情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，可惜人是会变的，当发现一切并非心中所想，不是问题的也会成为问题。好在大 S 和汪小菲还是聪明，选择覆水难收，一刀两断，这对于2个人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所有维持不下去的婚姻都该以分离的方式重启各自崭新的人生。结婚不一定是追求幸福，但离婚一定是。最后献上大 S 说过的2句话，我这个人挺疯狂的是，我的感情轰轰烈烈，我结束的也是斩钉截铁，我自己是很痛苦，还是会用理智来面对我的人生跟感情。我不能说我已经不爱你了，但我敢说我不会再爱你了。祝福汪小菲和大 S 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各自安好，不后悔今日的选择。一生太长，不负感情太难，不负自己就好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点赞评论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